为了2块瑞士卷，陆慈在订婚现场带着他家亲戚全部离开，留下我独自等待来参加订婚宴的我家亲戚。只能在发小群求助了。谁去给昭昭救场？咱群里优质男这么多，还怕昭昭没有未婚夫？哼！别逗了，订婚又不是只需要未婚夫，就算你们能给我救场，你们家的亲戚也能赶过来配合演戏吗？等我10分钟，我家亲戚会全部到场。后来我听他表妹说，那是表哥第一次在家族群里求救，他狂发红包，说想要媳妇。我能不能成功挖墙脚，就看各位叔叔婶婶的速度了。订婚当天，我已经通知所有亲戚，晚上6点来酒店参加我的订婚宴。可是陆慈却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只因我吃了2块瑞士卷，还是我自己买的。他爹味十足的教育我，我不是说你不能吃，总共就8个瑞士卷，我吃了6个，你再吃2个，那我姐家的2个孩子吃什么？这是零食，不是饭，知道吧？没订婚你就这么不考虑孩子？将来结婚生了孩子，还能指望你把好东西先留给孩子吃吗？瑞士卷算什么好东西？如果结婚后连瑞士卷都不能吃，那这婚不定也罢。没想到这句话说错了，陆慈当时就带着他家的亲戚全部离开，留下我独自一人坐在宴会厅里，等着我爸妈和亲戚们赶过来参加我的订婚宴。听说了吗？天字号宴会厅今晚举行订婚宴，订婚宴还没开始，男方就带着亲戚们全走了，留下女方一个人坐在宴会厅，这婚还怎么定？女方之前多重视订婚宴啊，宴会厅的设计装饰都是她亲自搞的，都说秀恩爱死得快，但这也太快了吧！等女方家亲戚到了，这得多丢人啊！估计到时候亲戚们表面安慰，心里都要笑掉大牙了。我攥紧五指，已经脑补出那画面，不敢想，等下我要怎么面对这一切。我病急乱投医，在发小群里求助，群里炸开了锅。你说什么？陆慈那小子竟然因为2块小蛋糕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订婚宴现场，忘恩负义，也不想想是谁一直支持他的学费，把他从高中一路供到博士。高中时候就告诉你，不如投资自己。陆慈的博士考出来就开始翻脸不认人。都少说2句，要不然临时找个人去给昭昭救场。男人咱群里多的是，还怕昭昭没有未婚夫？我听到外面陆续传来亲戚们谈笑的声音，来不及了，我家亲戚来了。再说订婚又不是只需要未婚夫，还要未婚夫家的亲戚们。就算你们能来给我救场，你们家的亲戚也能赶过来给我救场吗？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。算了，丢人就丢人吧。我宋昭昭什么时候在乎过流言蜚语？我退出微信群，硬着头皮去迎接宾客，迎接人生第一场暴风雨。突然，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群消息：等我10分钟，我家亲戚会全部到场。昭昭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服务员说男方全家都跑了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？我无暇细看群消息，心想肯定是他跟我开玩笑。别说10分钟，就是给他1个小时，他也凑不齐全部亲戚来给我救场。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我还能不知道他的底细？别说他爸妈，就连他家亲戚都是满世界飞着谈生意的大忙人，更别说他自己已经很久约不出来了。每次约他出来聚一聚，他都回复1个字：忙。自从接管家里的家产后，他的确忙得脚不着地，平时都很少在群里冒泡。今天怎么会忽然说要给我救场？会不会是我太想有人救场，出现了幻觉？群消息爆炸了，滴滴滴响个不停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，我实在没空看。我家亲戚已经陆续走进来。昭昭，怎么回事？陆慈人呢？他家亲戚呢？不是说早就到了吗？你还不停地打电话催我们快点，别让他家亲戚久等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，婚礼当天男方退婚，女方特别豪迈地告诉亲戚们，这婚不结了，就当请大家吃顿便饭。亲戚们也很给面子，大家吃得欢声笑语。我特别想学一下，可是还没开口，就听到三婶大嗓门地喊着：还问什么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刚才服务生说的话你们还不信？男方跑了，男方亲戚也跑了，就留昭昭一个人在这里。我早就说了那个姓陆的不靠谱，偏偏你们不信，这下好了吧？昭昭要成为全城笑柄了，以后哪儿还有脸活？不就是被退婚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怎么就没脸活了？
我强迫自己不要难过，可眼眶还是不争气的泛红。从高2开始资助陆慈，到今年他博士毕业，我在他身上投资了多少？他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在订婚宴上因为2块瑞士卷甩脸就走，何况他自己还吃了6块呢。他自己怎么不想着留给孩子们吃？我还记得高2那年他家遭遇突变，连学费都交不起，他妈妈要给他转学回老家读县城高中。那天陆慈特别崩溃地站在雨里求我，昭昭，你能借我点钱让我在这里读完高中吗？你放心，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。陆慈成绩好，脑子也好，人长得更好看。我不忍心看他在雨里可怜得像一条无家可归的小狗，就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部拿出来填他的窟窿。从此被人说是陆慈的舔狗。为了他有学上，我忍着不反驳，还叫他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才是正道。他倒是一路拼命学，考上博士成就了他的正道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的正道里竟然也包括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。我抬起头，用力地闭了闭眼，强迫自己把夺眶而出的眼泪逼回去，忍了很久，在心中为自己打气。我迎着亲戚们看过来的目光，那一刻，我想破罐子破摔地说：“你们想笑就笑吧。”就在这时，宴会厅外忽然传来皮鞋踩在地上铿锵有力的脚步声。谁说我退婚了？谁在造谣？我不敢置信地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猛地推开宴会厅的门，霸总强大的气息瞬间震慑住了还在嘴碎嘀嘀咕咕的所有人，空气静得连一枚针落到地上都清晰可闻。我用力地揉揉眼睛，不敢置信他真的来救场了。直到顾行之迈着沉稳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面前。亲戚们比我还懵。昭昭，你的订婚对象不是陆慈吗？我当然不会说他是来救场的，你们听错了，我说的订婚对象就是顾行之。至于陆慈，不过是我包养的玩意儿，玩意儿只适合玩玩，结婚当然还是得找门当户对的。顾行之低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递给我一个上道的眼神。我苦中作乐，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陆慈敢为了2块瑞士券退婚，那他从今以后就只配做个玩意儿。我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小姐，凭啥要为这种忘恩负义的男人伤怀？可是亲戚们明显不信。三婶一拍脑门，我懂了，该不会是怕收不了场，临时找个人来救场吧？我记得你和顾家小子是发小，从小到大，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，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护着你，在这儿跟我们演呢，是吧？其他亲戚也反应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对，我记得昭昭7岁那年被高年级的同学欺负，顾家小子小年纪就敢单挑10几个比他高出1个头的男生，最后鼻青脸肿的回家，被他爸一通教训。顾家小子还特别不服气地说，欺负昭昭就是不行。我也记得，昭昭初2那年参加运动会扭到了脚，顾家小子天天来给昭昭补课。那段时间恰好昭昭他爸和老顾闹了点不痛快，昭昭他爸不许顾家小子来找昭昭。我知道，顾家小子就每天摸黑翻墙进来，终于有一天不慎踩空，从围墙掉下来，还委屈巴巴地说：“不让我见昭昭就是不行，不让我见昭昭就是不行。”肯定是临时救场，为了昭昭，顾家小子什么事儿干不出来。不过订婚宴可不是开玩笑，这是婚姻大事，你们俩别演了。叔叔婶婶，我没演。既然你们知道我从小眼里只有昭昭，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她娶回家，怎么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别人？可不管我们怎么说，亲戚们就是不信。你们年轻人还是太嫩了，订婚可不是临时找个人来救场就能以假乱真的，订婚是2家人结亲。你说你没演，那你爸妈、你家亲戚呢？怎么一个都没有到场？我有些慌，就知道一个人来救场没用。别怕，我做事你放心。宋叔，我爸妈和亲戚们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只是现在是下班高峰期，路上堵车。不信的话，我打电话让我爸跟您解释一下。爸，你们到哪里了？昭昭家的亲戚们都到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到？昭昭面子不要了吗？我屏住了呼吸，真怕顾叔劈头盖脸的将他痛骂一顿，却不想电话里传来顾叔儒雅的道歉。实在抱歉啊，路上堵了点，马上就到。哎呦，都跟你说了，路上堵车，催什么催？
我们顾宋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他们家还能因为我们被堵的路上，怪我们家不懂礼数，怪我们家不懂礼数？你把电话给老宋，我亲自跟他道歉。顾行之把电话给我爸，我爸不愧是商界大佬，应变能力一流。老顾，你还想不想把我家昭昭娶过门做儿媳妇了？竟然比我来的还迟，还需要多久？快了，快了，最多10分钟。这不是路上太堵了吗？我怕你们久等，已经联系直升机来接我。我以为顾叔在开玩笑，可是很快，一架架直升机就在酒店楼顶的露台降落。你爸真的半路改坐直升机？没，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就在直升机上。10分钟坐车不可能赶到，我紧急调了几台直升机去接人的。不多时，宴会厅外就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。顾爸爸、顾妈妈还有顾家的亲戚们全都走路带风，帅我一脸。这时候手机响起，屏幕上跳跃着2个字：陆慈。不想接，你帮我接吧。顾之行把我拉到角落，摁下免提键。知错了吗？电话里传来陆慈冷冷的声音：你家亲戚都到场了吧？只要你跟我承认错误，我现在就带着我家亲戚赶过去，不会真把你一个人丢在订婚现场不闻不问。昭昭已经把订婚宴取消了。不可能，那他怎么跟亲戚们交代？他说改期。就算他想改期，也得先认错，否则我是不会纵容他这不为孩子着想的自私行为的。我正想卷起袖子对着电话骂回去，他却对我做了个虚的动作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你干嘛说改期？我是不可能再和他订婚的。喜欢了这么多年，因为2块瑞士卷蛋糕就放下了。喜欢了这么多年，他竟然为了2块蛋糕就下我面子，难道这种男人我还要把他一直藏在心里吗？我没这么贱。你确定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当我这些年养了一个玩意儿，谁还能养一辈子？不行，我要打电话骂回去，告诉他订婚宴照常举行，他和他家那些亲戚不来，也不妨碍我把订婚宴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打脸，他却摁住我的动作。等订婚宴结束，你拍几张订婚宴上的照片发朋友圈，就能狠狠地打他的脸。干嘛给他机会来捣乱？若是他知道订婚宴照常举行，带人来闹场，岂不是让大家继续看笑话？你说的对，等今晚这场戏演完再说。还是你最靠谱，行之，谢谢你啊。不过你是怎么说动你爸妈和你家亲戚都来陪我演戏的？你放心，等过几个月我就找个借口说我们俩不合适，绝对不会让你一直陪着我演下去的。我以为这样说他能放心踏实的陪我演完今晚这一场。还没过河就打算拆桥。他忽然逼近，不像平时和我相处时的那份随意，越过了安全距离，将我困在狭小的空间里。扑面而来的男性荷尔蒙。你什么意思？昭昭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得这么快吗？对啊，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你的速度快到几乎我亲戚前脚到，你后脚就到了。若不是知道你没特异功能，我都怀疑你是瞬移来的。所以你为什么来得如此神速？他沉默了良久，像是难以启齿，眼底的暗潮汹涌翻滚，忽然闭了闭眼，又再睁开。谁能想到接下来的话把我砸得脑袋发晕。昭昭，我知道今晚你要和陆慈在这里举行订婚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来，还给自己安排了一堆事情想要转移视线，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腿，也管不住自己的手，我握紧方向盘，一路都在劝自己别发疯。昭昭有自己选择伴侣的自由，你赶过去干什么？难道你还能冲到订婚现场将他强行带走？难道你还能强吻他，求他不要订婚？你什么都做不了，别自己赶过去犯贱。可我的脚还是忍不住将油门踩到底，一路疾驰而来。其实我比你和姓陆的都先到酒店，我把车子停在酒店门口，看见你开车而来，也看见姓陆的坐车而来，还有他家那些亲戚一个个的从大厅走进去参加你的订婚宴。可是我不能下车，我一下车肯定就想要搞破坏。我一直坐在车子里，烦闷地跟心里的恶魔做斗争，直到你在群里发求助消息，听他们乱出主意，给你找个未婚夫临时救场。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兴奋，我接手家族产业，
拿下最难拿到的单子都没这么兴奋过，拿下最难拿到的单子都没这么兴奋过。昭昭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盯着我，目光炙热，眼睛通红，烫得我心一惊。我就是再傻，也不可能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可是这太令我意外了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呼吸乱得找不到正常的节奏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身上有酒味，你喝醉了吗？我宁愿自己是喝醉了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。我知道这句话说出来，我们恐怕连发小都做不成了。昭昭，我喜欢你，从小就喜欢你，可你怎么就看上了姓陆的呢？你不知道我有多嫉妒他。昭昭，你知道我最怕哪个故事吗？昭昭，你知道我最怕哪个故事吗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我怕你是祝英台，陆慈是梁山伯，而我是害得你们变成蝴蝶翩翩飞走的马文才。我不想伤害你。说到最后，他眼泪落下来，砸在我的手背上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比当初在雨里求我的人更像可怜的小狗狗。昭昭，我在你这里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可能吗？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无助，这么卑微。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是强大的，天塌下来他都能帮我顶着。我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发小，永远不会又闹僵，却从来没想过会出现今天这一幕。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如果我说没有，他会永远退出我的世界，再也不见我了。我忽然心跳很乱，很慌，比陆慈带着他家亲戚全部离开还要慌。你别这样，你让我冷静冷静。他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我足足30秒。我明白了，昭昭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帮你应付宾客，放心，我不会走的。不会像姓陆的那样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。我不舍得让你难堪，可是他的背影那么孤寂，好像我拿了一把刀捅得他血肉模糊。他明显的撑不住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，却还要咬紧牙关去帮我应付宾客。这一刻，我鼻子好酸，心也跟着疼起来。下一秒，我做了个无比大胆的动作，将他的身体拉回来。那一刻，从小到大遇事波澜不惊的他瞪大了震惊的眼睛，我竟有些得意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于是双手抬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更进一步。他只呆滞了2秒，就用力地搂着我的腰，恨不得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。昭昭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不想看你难过。他忽然用力地吻我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急切，像是要疯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失控过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昭昭把订婚宴改期了，等确定了新的订婚日期，我再通知你们。怎么忽然改期了？他为什么没有跟你认错？不会是不打算和你订婚了吧？陆慈，有些话你要问清楚，咱家可以给昭昭一个下马威，但不能真的把香嬷嬷给弄丢了。放心吧，昭昭从高中起就喜欢我，哼，怎么可能因为2块瑞士卷蛋糕就放下我？我可是他投资的潜力股，付出越多越难以放下。再说，不是你要我没事找事杀昭昭的威风吗？以昭昭家的家世，你不软饭硬吃，一开始就对他进行测试，我怕你将来管不住媳妇儿。妈这么做也是为你好。想到他当时难过的样子，心烦意乱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等她嫁过来，我再好好的补偿她。这些年就她对我最掏心掏肺，你们谁都没她对我好。昭昭此刻肯定在哭鼻子，要不打电话哄哄她？不行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我家世不如昭昭，要是不硬气，婚后在家可没有话语权。算了，先冷她2天，让她好好的反思反思。唉，订婚宴那天我们都太冲动了，过了2天，我都没办法从失控的吻里冷静过来。幸好当天的订婚宴办得异常顺利。本来亲戚们总是在背地里说我脑子进水了，竟然想嫁给凤凰男。可是那天的气氛异常好，亲戚们都夸我终于长眼睛了，都说我俩郎才女貌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原来被亲戚们认可的感觉那么美好。顾家长辈还给我包了大红包，说顾家小子能娶到我，不知道攒了几辈子的福气。
真是情绪价值拉满，不像陆家的亲戚。明明是陆慈高攀的我，他们却说陆慈是博士，我能够嫁给陆慈是我的福气。我呸！我自己也是研究生毕业，好吗？那天我没有发朋友圈炫耀，我想憋个大的。这些年我资助陆慈的那些钱，我想要他全部吐出来。陆慈没钱，但自尊心比谁都强。每次我给他钱，他都会给我打欠条，说以后挣到钱再还我。我从来没有把那些欠条当回事，但我喜欢他的字，就把每张欠条都留着。我把欠条全部交给律师，让律师去给我催债，1分钱都不许少，1分钱都不许少。那天老顾带着全家亲戚来给我救场的事情，发小群里的人都知道了，他们比我还嗨，恨不得放1天烟花给我庆祝。还有人开了包厢，把我约出去玩。昭昭，听说你们俩那天演的特别逼真，还被亲戚们抓到躲在角落里玩亲亲，和姑姑哥接吻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们俩谁主动的？这问的也太直接了。没有的事，我们俩从小一起穿开裆裤的交情，熟的不能再熟，怎么可能会亲到一起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呵呵，绝对不可能。反正顾之行不在，我想怎么否认就怎么否认。我怎么记得你当时很有感觉呢？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再问你一遍，兔子能不能吃窝边草？昭昭，我想听你亲口说。那天我们俩吻的失控时，被亲戚们围观打断了。后来我们俩都刻意的避开这个话题，这2天也没提。没想到今晚我不过就是要面子说了一句假话，顾之行就要我当着一众发小的面给他答案。回头再说，你先放开我。不放，我这株草想被你这只兔子吃。昭昭，我们能不能假戏真做？我算算时间，他应该已经被律师催债了，也确实该给我打电话了。我想退出顾志行的怀里接电话，他却抱着我不放，霸道又固执，收紧双臂的动作有些不安，像是随时怕我又回到陆慈的身边。我无奈，只能纵容他，在他怀里贴着他的胸口接电话，在他怀里贴着他的胸口接电话。昭昭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不想和我订婚了？你现在马上到花溪别墅来见我。好，你等着。你还要见他？花溪别墅是我的，他开的车子也是我的，我得去收回来。都已经退婚了，凭什么还住着我的房子，开着我的车？他想得美。我陪你一起去，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对，昭昭，我们都陪你去，把他们从别墅里扫地出门。怎么样？昭昭怎么说？他会过来吗？他说马上就来。你也别太气，昭昭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会真的要你还钱？肯定是想要用这种方式逼你哄他。我早就说了，千金小姐难伺候，你还不信？这不就对你经济制裁了？等昭昭来了，一定不能心软，必须让他知道会永远失去你，昭昭才会怕。知道了，妈，你别烦了。要不是你非要我整事儿，我和昭昭的订婚宴早就圆满结束了，哪里还会被他拿着以前的欠条羞辱？我去花店买束花，昭昭最喜欢我买花哄她。我们按照大小姐的嘱咐来收回她的车和房子，请陆软饭和你母亲立刻搬出去。你说谁是软饭男？谁是软饭男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不过是大小姐养的一个玩意儿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我呸！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儿子？我儿子是博士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东西，谁让你们动的？不许扔，一样都不许扔！
你快管管他们了！这是要把我们扫地出门吗？这是要把我们扫地出门吗？这是我儿子的家呀！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等我坐着顾之行的车子赶到别墅门口，陆慈和他妈妈像两个脏东西一样被保镖扔了出来，还有他们衣服、裤子散落一地。顾哥，你请来的保镖果然又凶又狠。昭昭，你疯了吗？就你这大小姐脾气，还想做我儿媳妇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软饭男不愿意离开，跟他妈在这儿撒泼打滚呢，这年头软饭男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了，竟然想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别墅区虽然人不多，但有瓜可吃，哪会没有凑热闹的人？很快就聚集来一群吃瓜的保安保姆。陆慈脸上挂不住，拉住他妈，不让他妈发疯。别拍了，都看什么看？你说谁是软饭男？谁急，说的就是谁呗。昭昭，你就任由他们这么诋毁我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我们俩的事情能不能私底下解决？你还让保镖把我和我妈赶出别墅，你到底是要闹到什么地步？别太过，否则收不了场。陆慈在警告我，我再闹下去，他真不要我了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好笑。到现在，他还觉得这是一句威胁十足的话。可惜，不是他不要我，而是我不要他了。陆慈，我妈说订婚了就不能在外面花天酒地了，要把外室清理干净。什么？外室？谁是你的外室？我的律师应该已经找过你，让你把那些欠条都还了。但律师打电话告诉我你不愿意还，那不就是我花钱养的外室吗？没毛病啊。确实没毛病。我承认我嘴巴毒，这是我想了一路想出来的词。那天订婚宴上，他怎么让我受委屈的，我必须10倍100倍的让他委屈回去。我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主打一个不让自己受委屈。昭昭，你搞出这么多事情，不就是逼我娶你吗？我娶你还不行吗？明天就重新举办订婚宴，你想吃多少瑞士卷蛋糕就吃多少，别生我的气了，好吗？嫁给你，你可真敢想！给我未婚妻提鞋都不配，啊，未婚妻？什么未婚妻？昭昭明明是我儿子的未婚妻。大妈，醒醒吧！就凭你家的软饭男，也配娶昭昭？顾哥和昭昭已经举行订婚宴了，顾哥才是正室。不可能，昭昭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和别人订婚？陆慈，是真的，我确实和顾之行举行了订婚宴，所以我真的不能再养外室了，否则没办法和顾家交代。我说了，我不是外室，我没有让你花钱养我，我不是打了欠条吗？我花你的每一分钱都有打欠条，我平静地看他发疯。可是你不是不承认那些欠条，不愿意还钱吗？不还钱，不就是我养来逗趣的玩意儿？除非你把那些钱还给我，才是借款关系，而不是金主与外室的关系。我在陆慈身上花了几百万，我要他全部给我吐出来，不吐出来，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他陆慈，老陆家引以为傲的博士生，不过是我养的一个玩意儿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。别跟他浪费口舌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这套别墅也别要了，我让人挂出去帮你卖掉。好，你是正室，以后内宅的事都由你做主，昭昭，你等一下！我知道你不可能真的和顾之行订婚，你们只是发小的关系，你演这一出不过是因为那天我把你气坏了，我跟你认错，行不行？我后悔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，别跟我闹了，好吗？昭昭啊，要怪就怪我，陆慈是爱你的。别碰我的昭昭！上次看他这么卑微，还是高中那个雨天，可惜我已经不是那个同情心泛滥的宋昭昭了。一次委屈，
终生不嫁，一次委屈，终生不嫁。陆慈，这不是演戏，我不但和他订婚，还会和他结婚，所以带着你妈妈离开我的世界。你刚才说不是演戏，会和我结婚。昭昭，你这是变相的告诉我，你愿意假戏真做吗？什么呀？这小子真会抓重点。我明明是为了打陆慈的脸，他却拖着我的后脑勺，堵住我嘴里他不爱听的话，就像一匹得寸进尺的狼。我被他吻得大脑一片空白，偏偏又很享受。和老顾结婚似乎也不赖，知根知底，两家又是世交。知根知底，两家又是世交，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昭昭，认真考虑一下我，好不好？好。真的？我爸说你得补上聘礼。好家伙，我不过随口一提，第二天他爸妈就带着他亲自上门了，把聘礼单子递给我爸看，天价彩礼，把我看傻了。我们家昭昭出嫁，嫁妆我给双倍，连着彩礼全带走，绝不能被比下去。我爸和顾叔一辈子明争暗斗，什么都要比，连彩礼和嫁妆都不放过，顾叔后悔了，死活要跟我爸比谁给的多。我们两个小辈坐在沙发上，完全没有发言权。顾之行索性拉我出去散散步，让我爸和顾叔继续争。爸，差不多就得了，这还不是意思意思的事儿。我和陆慈当时商量订婚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好？我怎么可能会把钱砸给靠你养活的人？你傻，你爸我可不傻。幸好临门一脚，陆慈那小子自己出幺蛾子，看到顾家小子来给你救场，你爸我乐了一整晚。行了，我和你顾叔已经商量好了，你们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。什么？这还急？未免夜长梦多。你顾叔恨不得定在这个月底，可惜这个月没有好日子，只能推迟到下个月初。就这，他唉声叹气了半天。这是怕我还会回去找陆慈啊。顾叔怎么这么可爱？1个月后，媒体大肆宣传顾宋两大家族联姻，强联合。陆慈再不信，到此刻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。我结婚那天，他还来找我，满身酒气，失魂落魄，眼睛通红的跟我道歉。昭昭，我真不是不让你吃瑞士卷蛋糕的男人，是我妈说我们家是高攀，以后是要在你家受气的。若想不受气，就要支棱起来。那2块瑞士卷不过是借题发挥。昭昭，我真的大错特错，我特别后悔，我太糊涂了，以后我一定改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不要嫁给他，没有你我会活不下去的。离开我的世界。本来新郎应该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做？我把对我最好的女孩子弄丢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才能挽回你？你这辈子都挽回不了了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比起他的忏悔，我更喜欢表妹刚刚跟我说的话。嫂子，你不知道，你们订婚那次是表哥第一次在家族群里求救，他狂发红包，说想要娶媳妇儿。真的，表哥这辈子大概只会为你这么求人了。还有我大姨和姨父也在群里帮着表哥一起求，说我表哥第一次挖墙脚，大家给力，一定要帮着把昭昭娶回家。到了现场，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得让昭昭满意，别让她丢了面子。红毯从宴会厅入口一路铺到舞台中央，暖金色灯光像一层温柔的薄纱，将整个空间裹得暖意融融。爸爸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走向舞台尽头那个等了我许多年的人。顾行之就站在那里，平日里冷冽凌厉的眉眼，此刻柔得能滴出水来。走到他面前，爸爸将我的手轻轻放进顾行之掌心，那只常年握笔、签文件、沉稳有力的手，此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却握得极紧、极珍重，像是握住了全世界。从7岁护在你身前，到17岁藏在心底，再到今天站在这里，
我等这一天，等了10几年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10几年。昭昭，你不用逞强，不用懂事。往后余生，风雨我挡，麻烦我扛。你只要站在我身边，被我宠着就好。星之，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，谢谢你把我护在掌心。以前我总以为喜欢是奋不顾身的奔赴，后来才知道，最好的爱情是你一直在等我，而我最终走向你。音乐轻柔响起，他为我戴上钻戒，指尖轻轻摩挲我的无名指，低头在我手背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我也为他戴好对戒，抬头时撞进他满是笑意的眼眸里，心跳乱了一拍，心跳乱了一拍。台下父母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欣慰。顾行之的表妹举着相机偷偷拍照，眼里全是磕到了的笑意。曾经嘴碎的三婶也忍不住点头，这才是良人，这才是般配。反正家里不缺你挣钱，你想考博士就去试试，以后在高校搞研究，做学问也不错。真的？那我试试。我最烦当初陆慈他妈跟我嘚瑟，说他儿子是博士，博士了不起啊，我也能考。天降鸿运，我真的考上了。考上的那一天，我兴奋地冲到顾行之的办公室，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。不管是高兴的事情还是难过的事情，结婚后我都特别想第一时间和他分享，让他陪我一起高兴，或者哄哄不开心的我。当时他站在落地窗前喝咖啡，高大的背影，精瘦的腰身。猜猜我是谁？我的老婆，我的小青梅。